宅男重生成了一只鹅，不仅收了院子里的大黄狗当小弟，还带着主人上山采蘑菇。浣鱼很会躲藏，13追逐了几次就看不见它了，只能无奈的吃了几条别的鱼就返回了村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林丽英背着背篓，背篓里放着好几个袋子，她打算要上山摘蘑菇。大白也去吗？废话，大白可是英英的带刀侍卫，有大白在，蛇什么的靠近英英只有死路一条。英英，要不我们还是跟大白玩游戏吧？是啊，和大白玩游戏多好玩啊，安全还有流量。可是我得去找菜吃，我院子里的菜都被大白霍了。去山上摘蘑菇也很好玩，摘蘑菇的时候也可以跟大白互动啊。大白、大黄，我们走。很快，一人一鹅一狗就来到了山脚下。这一大片山都是我家的，我爸准备种杉树，把所有杂树和杂草都砍掉了，才会这么光秃秃的。一些杂树树干腐烂后会长出蘑菇，我现在去摘蘑菇。我记得那边原来有几棵很大的杂树，它们应该长出蘑菇了。林丽英一边和网友互动，一边往可能有蘑菇的地方走去。13和大黄跟在林丽英旁边，大黄很害怕13没心思搭理大黄，他一直在关注人气点变化，得整点活，让直播间的网友重新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。13观察周围，林丽英家的山泉是被砍掉的杂草、杂树。想不到办法，先抽奖，要是抽到好的东西，说不定就可以用来整活了。经过一天的发酵，他的录屏在网上到处传播，他的人气达到了18000多万，比他预期的多了很多。180连抽开始，转盘连转了几十把都是毫无收获，概率这么低，就算是狗藤的抽奖概率也没有这么低吧。继续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味变万物，味变万物依靠味觉辨别追踪，味觉就是眼睛，是否使用味变万物？使用，继续抽奖。眼看着180次抽奖机会就要用完，转盘里终于飞出了一颗红色的球。恭喜宿主获得浑然果一个，浑然果万物质之核，吃下去后获得浑然体，就算是穷凶极恶的生物，也会对拥有浑然体的生物有好感。这个牛啊！13舒一口气，对后面的10几次抽奖机会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正当他准备吃下浑然果时，转盘里飞出一颗黑色的球。恭喜宿主获得图补万物。什么叫惊喜？这就叫惊喜。不过这个技能怎么感觉有点奇怪？图补万物，经过宿主咀嚼后的食物会拥有神奇的效果。怎么个神奇法？说也不说完，还得我亲自去试。13的目光落到了大黄身上，没有比大黄更适合的实验对象了。先吃浑然果，再试验图补万物，使用浑然果。他属性面板里的体质增加了浑然梯，战斗力没有变化。使用图补万物，属性面板的技能一栏多出了图补万物，但他的战斗力还是没有变化。大黄正在看他，满眼疑惑和一丝让13惊诧的关心。他的尾巴夹得没有那么紧了。13他转瞬就反应过来，是浑然梯让大黄开始亲近自己。浑然体这么强大，战斗力数值没有变化，但我的战斗力无形中提升了一大截。我甚至不需要战斗就能处理很多事情，难道是因为不需要战斗，所以对战斗力没有提升？虽然你现在对我没有恶意，也没有那么害怕我了，但是你还得帮我试验一下图补万物。13先看林丽英，林丽英发现一棵树干长了很多蘑菇，正在开心的摘蘑菇，没有注意他和大黄。13咬下一些叶子，快速咀嚼，嚼烂后吐到一片大叶子上。大黄，过来吃。大黄后退一步，尾巴又夹了起来。13张开翅膀，神情不善，一副你敢不吃我就扇死你的样子。大黄走向食物，1步3回头，似乎在向13确认，真的要他这么干吗？赶紧的。13看到大黄眼里渗出了泪花，大黄含着泪伸出舌头，闭上眼睛，舔一口食物，泪水从紧闭的眼角流下，模样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13盯紧了大黄，大黄睁开眼睛看向他，吃下去。早知今日，他绝对不会得罪13。他张开嘴巴，把食物全都吃了。他不再看13，跑向下面的杉树林。13怀疑他是准备去吐掉。13刚想追上去，大黄停下。大黄停得太突然，翻了一个跟头。大黄还没站起来，转头看着13。大黄狂奔回来，疯狂舔13的脸。给我滚！13看着比他获得了浑然梯后更加亲近的大黄，懵逼了。图补万物到底让大黄怎么了？怎么变化这么大？伤势和精神在逐步恢复，可以理解。这个感知能力提升有点奇怪，可能跟图补万物有关。13咬下一些叶子，大黄立即凑上来，他的尾巴使劲摇着，嘴巴呼哧呼哧喘气，舌头耷了，口水流了一地，期待地看着13的嘴，好像13嘴里的东西
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。13受不了大黄的眼神，快速咀嚼，把树叶吐到一片叶子上。大黄立即凑上去吃完。果然有关系，不过一口能提升4点战斗力，应该还和大黄本来的状态有关系。大黄被他打过后受了伤，精神状态也很差，这回伤势和精神状态都在快速恢复，战斗力提升的速度也快。大黄叫声急促，尾巴使劲摇摆，它咬下一些叶子放到13身前。大白，你在干嘛？林丽英在摘蘑菇的时候，她把手机放到了可以把她和大白都拍摄进去的地方。她摘完这一片的蘑菇，准备继续找蘑菇，发现很多网友在议论大白。大白在欺负大黄。英英，你看大黄好可怜，大白叫他吃大白吐出来的东西。感觉大黄要哭了。主播，你不是他们的主人吗？调解一下他们的关系吧。林丽英正准备说大白，大黄又跑回来了，还一副舔狗的样子，使劲舔大白的脸。他愣住了。13正寻思着怎么提升人气，他看到了林丽英提着的蘑菇，眼睛一亮，他走到林丽英身边，叼起一个蘑菇，使用未变万物。他记住了这种蘑菇的气味。跟我来。13闻到附近好几个地方有蘑菇的气味。大白，你要去哪？林丽英跟大白来到一个盖着厚厚一层死杂草的地方，大白钻进杂草里，大黄跟着跑进去，死杂草到林丽英的大腿了。林丽英走了几步，走不动了，太难走了。大白，你要去哪？要做什么？林丽英费了很大的气力，终于来到离大白和大黄1米的地方。她担心镰刀划伤大白和大黄，捡起一根树枝，拨开大白和大黄上面的死杂草。入眼是一根成人腰一般粗的树干，树干有些腐烂。大白站着看大黄，他脚下堆了一堆蘑菇。大黄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从树干咬下蘑菇，放到大白脚下那堆蘑菇里。大白叼起一个蘑菇，似乎在问他是不是这种蘑菇。大白，你是来找蘑菇的？大白歪了歪脑袋，不然你以为呢？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蘑菇？这里死杂草太多了，他在小路上都看不到树干，更别说比他矮的大白了。大白没有搭理他，冲大黄叫唤。大黄立即加快摘蘑菇的速度。大黄每次放蘑菇的时候，都冲大白露出讨好的样子。林丽英从大黄的狗脸看到了低眉顺眼和谄媚。